这段时间，在美国的努力下，南部海域的局势被搅得越发紧张。在国内疫情如此危机的情况下，还打着自由航行的借口跑到我国海域进行军事活动，真是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根据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在南部海域参加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联合军演。除了此次参与这场军演的美军麦凯恩号驱逐舰以外，还有澳大利亚海军的阿伦塔号护卫舰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雾羽号驱逐舰。报道中声称，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三国将共同训练，提高盟友国之间的集体能力，维持海上安全以及随时应对在任何地区出现的突发事件。事实上，美国麦凯恩号驱逐舰曾多次在南部海域展开相关活动。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的消息得知，自10月7日以来，麦凯恩号驱逐舰就一直在南部海域活动，在此期间还组织舰员进行重机枪武器操作的训练。此外，该驱逐舰还在本月的12日与日本准航母舰队在南部海域展开了联合军事演习，而包括该驱逐舰在内的多艘军舰更是接连在南部海域挑衅我国。此前，里根号航母在南部海域展开了大规模伤亡演习，又在几天后驶出南部海域进入印度洋的里根号航母再次返回到南部海域。虽说不清楚美军如此做是为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南部海域挑衅我国的举动根本没有停止过。美军这次在南部海域与日本和澳大利亚联合进行军演，明眼人想必能看出是针对我国。分析认为，美军是想借联合军演来威慑我国。毕竟美军想遏制我国获取周边国家的支持，以增强自己在该海域存在感的野心不是一天两天了。此次麦凯恩号驱逐舰指挥官就叫嚣道，希望通过在南部海域与亲密盟友之间的合作，推进航行与飞越自由，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的所有原则，让周边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受益。话是说得好听，可是真的能够让地区国家都受益吗？美军在南部海域的所有挑衅都只会危害到亚洲国家的安全，如果冲突加剧，必将危害亚洲邻国，东盟国家将首当其冲。美国人这番话分明就是想误导地区国家，好让其支持自己在该海域的活动。可这么透明的目的，地区国家不会傻到看不出来。对此，与其说是受益，倒不如说是危害。地区国家怕是听到美国的这番话要害怕了。据俄罗斯军事论坛网站10月20日消息显示，美国海军的首款隐身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近日首次进行了导弹试射。此次试射的是一枚使用 MK57 VPU 系统发射的标准2导弹，而美国媒体却对这件事表示疑问：美国为什么需要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它并没有什么用。据了解，该战舰从2016年开始服役，却一直无法进行成功配合战斗部队进行作战任务，就被搁置，直到今年4月份才激活了战斗系统。这其中的原因却是让人十分无奈。朱姆沃尔特号因为代表了美国目前驱逐舰上的最高技术，其中运用了很多黑科技，但是也正是如此，这艘驱逐舰造价过于昂贵，并且无法进行舰队配合作战，就连火炮装备都十分困难。美国在这一块上也算是焦头烂额了。美国海军中将威廉莫茨认为，拖累了朱姆沃尔特号进度最主要的元凶就是先进的火炮系统研发。美国海军花费了很高的成本，却依然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最后只好把船和炮分开进行研发了。最开始，标准2防空导弹是装备宙斯盾的阿利伯克级三角旗的标准弹药，本来应该是朱姆沃尔特号的主要武器之一，但是在朱姆沃尔特号研究成功后，却发现导弹和武器系统无法兼容，导致无法使用。不过美国却并没有放弃，转头就专门为朱姆沃尔特号开发了标准2的升级版，也就是这次发射的标准2防空导弹。根据官方报道，该导弹成功拦截了仿制反舰导弹，但未详细说明目标的特性，也未证明其失败。作为一艘驱逐舰，在隐身功能上也是十分强大的，在如何使敌方舰船雷达很难找到自己的功能上做的就很是全面，比如在上层建筑的材料以及在天线布置上下功夫，从而减小雷达的横截面，以这样的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隐身技术上虽然很先进，却忽视了自身的雷达。在建造该舰的时候，美国花费了太多的成本，导致最后在雷达上只能将就。最开始想要安装的是双频带雷达，最后却配备的是 ANSPY3 雷达，这也正是美国媒体所担忧的问题。虽然能够从一些细节看出朱姆沃尔特号确实拥有很先进的技能，但是在配套设施上的缺乏，以至于在进入舰队4年中完全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成本问题却没办法放弃，这简直是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这也给中国提了个醒，在武器装备的研发上必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前进，起码不要过于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
不然像美国一样把所有技术往上叠，最后却只能干放着，毫无作用，也就当个吉祥物了。而且服役寿命就那么多年，如果差距过大，很有可能就会刚研发成功，离退役就不远了。当然，中国在这一点上还是很好的，但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10月21日的报道称，美国海军发言人表示，一架 FA-18超级导黄蜂战斗机20号在加利福尼亚突然坠毁，但飞行员安全弹出。据了解，超级大黄蜂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在途中突然发生问题，导致坠毁在加州中国湖美国海军航空站。虽然飞行员及时弹射出来了，但是目前依然在医院进行治疗，并且坠落后燃起了大火，消防部队在灭火时花费了很长时间。有媒体表示，该战机上可能携带一定数量的弹药。对于这件事，就有网友表示，从今年起，美国至少摔了10架不止吧。还有一位网友表示，摔多了才好找国会要钱呢。这么一说，好像还是蛮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今年内连续发生多起坠机事故，比如就上个月，海军陆战队的一架 KC-130J 空中加油机跟一架 F-35B 同样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相撞，导致一架迫降，一架坠毁。另外，今年美国的5大机 F-22也曾坠毁过。要知道，这可就没得补了，早就停产了。还有 F-35虽然没停产，但是坠机也算是十分心痛了。再有一架121预警机也在今年坠毁过。还有好几架战机坠毁，就不一一详述了。众所周知，美国军费一直以来都牢牢占据全球头把交椅，而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地位，又一向喜欢在装备上多面开花，还总喜欢到别人家门口找点事。要知道，在家花钱不多，但是一出门那花销可就大了去了。所以军费这么一摊，分到自己身上的好像就不多了，并且美国飞机造价可不便宜。就像网友所说，真的很怀疑美国军队这是想从国会要钱。当然，这只是笑谈。但是，美国如此频繁的坠机，也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是不是国力衰退了。毕竟国家重器都不锋利了，何谈笑傲人间呢？美军这段时间频繁摔机，其实最大的致命问题就是后勤维护不足，战斗机维护不及时，问题就多了，坠机事故自然也就增加。而后勤维护更是事关空军的战斗力，毕竟连这一点都无法保障，那就是空中楼阁。美国维护艰难的问题早就已经有苗头了。就比如此前美国核潜艇本来5年前在巡逻归来就该维护的，但是却一直停在港口整整5年，直到今年9月才有消息说是要开始维护了。就算美国核潜艇多可以随便浪，但是战斗机可不一样，这一不小心就是坠毁的结局。所以说美国已经呈现衰败的一角了。据检视防务周刊网站最新报道，日前，美国海军的首款隐身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首次进行导弹试射。据悉，朱姆沃尔特号此次试射的是一枚标准2防空导弹。项目经理马特·施罗德上尉在一份声明中称，今天的成功测试不仅证明了该船发射导弹和进行自卫的能力，对于我们向海军技术上最创新的军舰进行更先进的战斗系统测试和操作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其自从服役以来就备受争议。例如2016年曾因问题太多被除名，其在没有安装完整战斗系统的情况下试航4年后，朱姆沃尔特号今年早些时候被交付给舰队使用，因此也得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名号。又如其战斗力仍是个谜，因为它还没有为先进火炮系统找到弹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朱姆沃尔特号确实存在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其存在的某些弊端而对其进行全盘否定。至少在其首次试射导弹后，其不再只是可供摆设的花瓶，而是真正具了一定的战斗力的驱逐舰。另外，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其一身的黑科技。从外形上看，它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艘水面战舰。为了服务于隐身性能，其采用的是内埋式设计，几乎没有任何外部设备。其本身采用独特的双波段有源相控制雷达，这一事实也不容忽视，再一次提高了该驱逐舰的隐身性能。其武器系统更是黑科技满满，如舰载自卫系统，无论是在干净的还是充满电磁干扰的环境下，都能很好的保护舰船及其舰员不受敌人的空中威胁。又如其舰炮系统是由先进的155毫米舰炮组成，其打击火力等同于12门常规的 M198 野战火炮等。未来其形成战斗力之后的战力绝对不容小觑。在该次试射导弹发射后，美国民众大为兴奋，其中一位网友就十分期待地问道：一些退休上将梦寐以求，他会离开海湾部署吗？遗憾的是，美国网友的这一期待或许要落空。基于隐身的考虑，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船体采用穿浪逆船旋舰体的设计，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缺陷，在恶劣气候下的适航性存在较大问题。
这直接限制了该驱逐舰的活动范围。未来其将主要针对滨海海湾，对于远洋海战就比较吃力，只能在近海晃悠。这一点对于有着世界霸主梦的美国来说，大概是极为致命的吧。